你有吃过云端厨房的餐点吗？前几年呢，很多人都预估云端厨房将会颠覆整个餐饮业，甚至冲击大众的吃饭习惯。但不到5年哦，许多云端厨房品牌却接连倒闭，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云端厨房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不知道大家平常用外送 App 点餐的时候，有没有遇过一些很特别的店家？它的餐点很漂亮，评分也很高，但当你想要透过 Google Map 查看更多评价时，却发现怎么样都找不到更多的店家资讯，好像它根本就不存在。又或者是有些知名的餐饮品牌，比如瓦城或者胡须章，本来离你家很远，根本点不到，但一夕之间他们明明没有开分店，却突然在外送平台上面登场，而且品项呢，甚至可能比店里面的菜单还要多。刚刚说到这些餐点呢，其实都是透过云端厨房生产的。所谓的云端厨房是一种建立在外送平台上面的餐饮商业模式。餐饮业者呢，不需要实际的餐厅店面，只要准备好自己的菜单，找个厨房制作，再透过外送平台贩售到消费者的手中。而中间的这个厨房呢，甚至可以外包出去。包含了知名的瓦城胡须章还有 Fridays 等等的大品牌，都纷纷投入云端厨房的事业或合作，把他们的餐点卖到更远的地方。而且这个风潮呢，也不只有在台湾哦。疫情期间，云端厨房在全球蓬勃发展，有不少人曾经预估呢，它的产值将会达到1兆美金的规模，为餐饮业带来革命。不过这2年，全球的云端厨房却雪崩式的坠落，不是被外送平台下架，就是品牌自己选择裁员倒闭。云端厨房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原本这么看好，却突然就失败了呢？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喜欢在家下厨或带便当的你，会不会担心食材不新鲜呢？现在就让极先锋 Z 真空玻璃保鲜盒为你延长食物的保鲜度吧。它的电动真空机呢，一键抽气，还有自动感应停止功能，最长可以保持2周的真空，延长食材保鲜时间，而且充电一次就能够使用270次。另外呢，搭配使用高品质的耐热玻璃，不含有毒物质，负20度C 到400度C 都可以用，可冷藏冷冻，也可以放入微波炉、气炸锅加热，还能够放进洗碗机洗哦。最后还有专利卡扣设计，除了省力好开关、密封力强，上盖一体成型好清洁，可以减少细菌滋生的机会，不容易产生异味。现在上嘖平台享超优惠的早鸟价，马上点击链接了解更多的资讯吧。实际上呢，云端厨房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大家或许多少看过，有些呢会在学校或是捷运路边发传单的便当店，这些店没有内用座位哦，只有做外送，只要你打电话订餐，中午呢就会帮你送过来。但云端厨房的概念呢，其实也是类似的，它不提供内用，而是靠 Uber Eats 之类的 App 让顾客点餐，并且搭配外送员来送餐。在这个商业模式当中呢，有的可能是店家或厨师利用自己没有提供内用的厨房来制作餐点。有的呢是餐饮集团会把自己的菜单跟订单外包给云端厨房品牌，让他们帮忙制作餐点。前几年疫情期间呢，餐饮业大萧条，很多厨师呢都利用闲置的餐厅或厨房建立自己的云端厨房事业。不少知名的餐饮集团也纷纷加入这个行列，他们可能是跟云端厨房品牌合作，也可能就自己成立云端厨房。像美国的这个温蒂汉堡就宣布呢要打造700间的云端厨房。一时之间，云端厨房的概念红遍了全球，不只被视为救命的稻草，很多人还看好它可以掀起一场餐饮业的革命。只是把内用改成外送而已，为什么会这么的夸张？这呢就要说到云端厨房的最大优势，没有店面。一般来说，餐饮业最主要的成本就是人事跟店面。以人事来说，除了厨师之外呢，还有服务顾客的外场人手。而店面的部分，位置一定要选在人流多的地方，然后店内也要有装潢。然后位置好的黄金店面呢，租金一定高，而且不同时段的客流量可能差很多，人力排班也可能伤透脑筋。但如果是云端厨房的话，这些问题都很简单，因为不用考虑内用的客人，所以呢不用有外场店家位置、装潢什么的都不重要，只要有厨房就好。以前开一间餐厅呢，成本动辄要数百万，但在云端厨房的商业模式之下，不止成本可以大幅的降低，而且选址更弹性，扩展店面更加的容易。尤其在疫情期间很多餐厅根本就不能够内用，民众外送或是外带的需求越来越高，也把云端厨房的优势逐渐的推高。
以前传统便当店呢，你可能买10个便当，店家才肯帮你送。但云端厨房透过外送的 App 就不会有这个限制，就算只点一个便当也完全没有问题。于是呢，有些业者就看着这个商机打造大型的共享厨房，把空间租给个人创业家或者是独立的餐饮品牌，让他们只要付一点点租金，就能够跟其他创业家共享厨房的空间，同时也交流菜单。台湾知名的共享厨房之一呢，是 Foodpanda 前台湾执行长创立的 Three Square 美食基地。它结合了云端厨房与美食广场的概念，邀请各品牌呢一起使用共享厨房，统一接受外送订单。这样的好处是呢，顾客点外送时可以一次选多个品牌的食物，省去多付外送费的麻烦。另外，台湾最早上市的云端厨房品牌 Just Kitchen 也透过中枢辐射的运作方式，吸引了很多大型餐饮品牌合作。这个模式是说，他们会在很多的地方开始分店，然后跟他合作的品牌胡须章会先在自己的中央厨房把食物烹调到某种程度之后，再把食物送到 Just Kitchen 的分店厨房完成最后的加工，再送餐到顾客的手中。那对于品牌来说呢，这样的好处是他们可以享受到云端厨房的好处，不用担心这个开店的选址或装潢，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消费者。同时呢，也可以减低因为外包做餐而泄露独门食谱的疑虑，还能够让顾客拿到热腾腾的食物。在这样子的合作模式之下呢，原本都在北部展店的胡须章，逐渐的跨越到了浊水溪，让南部的民众也能够吃到，甚至还跨海进军到香港。那除了餐饮集团呢，也有很多的网红已经透过云端厨房的模式，把粉丝消费力带到自己的食物品牌。比如说像是木曜4烧丸就有自己的木曜家厨房，而美国的 Mr. Beast 也曾经呢跟1000多个云端厨房合作，生产贩卖他的汉堡。不过随着云端厨房越来越普及这个商业模式也渐渐的受到了批评与挑战。最常被提到的争议呢，就是卫生或者是食安。很多人抱怨如果是一般的店家，如果他知道做错或变质的食物时，除了向外送平台反映之外，还可以去跟店家沟通，甚至透过其他的网络评论来让店家改进。但是云端厨房没有实体的店面，资讯相对的不透明，网络上面也很难查到评价。有人就说自己吃到了臭酸的食物，要反映时才发现云端厨房所登记的地址根本不存在，投诉无门。甚至呢，有外送员还说自己曾经接到一笔订单，结果他去厨房的地址取餐时呢，才发现那竟然是一间鞋店。另外，也有很多消费者很疑惑，为什么他在 App 上面常常会看到明明是不同品牌，结果菜单却一模一样状况？那其实这是因为外送平台的演算法呢，通常会优先推荐新上架的店家，所以有些云端厨房的业者或品牌就利用这个特性，把明明是在同一个厨房做的一样的菜单，用不同的店家的名义上架。毕竟云端厨房地址查证比较困难，透过这种方式呢，就可以有效增加自己被点餐的机会。总而言之，随着云端厨房越来越多，类似的投诉也破坏了外送平台生态，所以外送平台决定出手管制。2023年 Uber Eats 明文规定云端厨房必须要遵守特定的规范，不遵守的就得下架。这规定包含了餐厅的评分必须保持在4.3分以上，如果2间餐厅设在同一个地址，他们的菜单至少要有 60% 的不同。而在规则颁布之后， Uber Eats 立即移除了5000家云端厨房店家，投诉量也减少了许多。而在类似的时间点，许多经营云端厨房的企业还有集团也突然的宣布裁员，甚至是直接倒闭放弃业务。在美国，原本说要设立700间云端厨房的温蒂汉堡呢，只弄了200间便紧急的喊停，说要把重心转回传统厨房。台湾的 Three Square 更是在成立了短短半年内就宣布倒闭，还被爆出欠债多家的厂商跟员工的薪资。而原本在加拿大风光上市的 Just Kitchen， 短短3年内呢，股价就蒸发了90几%。这连串的倒闭还有裁员潮似乎直接透过数字告诉大家，云端厨房并没有原本想好赚，但到底是为什么呢？首先，虽然云端厨房可以省下很多的成本，但如果有一个不小心，还有可能呢卖越多赔越多。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还要想办法行销，更要给外送平台等等的合作伙伴抽成。台大商学研究所的兼任教授林家正就分析，云端厨房的成本比例，食材大概是 30%， 抽成30到35%， 剩下的除了人事跟厨房必要的费用以外，都要拿来行销。毕竟云端厨房没有店面，无法招揽过路客，那对于本身缺乏知名度的店家来说，宣传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另外，云端厨房的包装呢，通常很讲究，所以包材的成本也相对较高。
综合计算下来，业者要维持在3% 到5% 净利就相当的困难。曾经在 Three Square 开设柜位的其中一位负责人呢，就说1000元的餐点最后真的进到口袋的可能不到50元。当然，店家也可以选择涨价，但价格太高就可能会完全卖不出去。尤其疫情渐渐过去以后呢，消费者慢慢的走出家门，回到熟悉的餐厅吃饭，不再那么的依赖线上点餐。各大云端厨房的订单量呢，更是暴跌了30%多，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呢，发现云端厨房大部分的优点，比如开店成本很低等等，多半是对于店家有利。可是如果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相对的就不是那么的有感。毕竟对于一般客人来说，餐点好不好吃，吃起来安不安心，可能才是最重要的。而在这个部分呢，实体餐厅就相对的有优势，毕竟人家店面就在那边，看起来感觉就比较安心。尤其后疫情时代大家更没有一定要外带的动机。但这代表呢，现在云端厨房已经没有存在价值了吗？可能也未必。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注意到，纽约有个老板想要测试自己的料理会不会成功，就透过共享厨房的方式来实验。那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之后，他确认这个想法可以被市场接受，就开了自己的实体店面。所以，如果你是满怀抱负的厨师，或许也可以考虑看看用类似的逻辑来追梦哦。好的，那最后呢，要来问大家身为消费者，你会点云端厨房的食物来吃吗？会啊，我喜欢尝试新的口味跟新品牌。不会，我觉得还是要有实体店面比较安心。自己看状况，如果是品牌联名的那种，我就 OK。提起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云端厨房。此外呢，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看餐饮业大结构以及 Uber 并购 Foodpanda。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